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又是一个十几天，好久不见。因为之前我的摄影师出国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录影，耽误了好多的社会热点。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是国民党的党主席竞选。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大陆的朋友特别的不感兴趣，请您先不要把视频关掉。我这一期节目绝对是站在中国大陆网友的角度，帮大家来剖析目前国民党以及它背后的重重老年危机现实困境。首先，请所有台湾地区以外的华人朋友们来静下心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提起国民党这3个字，你们首先心里浮现出来的关键词是什么？还有印象吗？是蒋中正、蒋介石？是国共内战？还是宋家三姐妹？恐怕对于绝大多数并不关心台湾政治的80后、90后、00后这3代人来说，对于国民党这3个字的印象，就只剩下这几个干巴巴的符号了，对吗？那这时候可能有很多年轻朋友想问我，叔，我对国民党的印象就这么几个词儿，很肤浅，是不是很可笑、很幼稚啊？孩子们，不怪你，因为中华民国国民党在80年前战败之后退守台湾，它经历了2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它很重要，是威权时期，也就是蒋中正和蒋经国两蒋时代。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出生，而在80后、90后、00后出生的这几十年时间里面，国民党其实从来没有执掌过台湾。现在社会上经常流传的一句话是，国民党在台湾已经10年没有执政过了。No， 经国先生死了以后，实际上国民党就再也没有执政过。正统的中华民国国民党上一次在台湾执政的时间是1988年。经国先生死了以后，李登辉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尽管李登辉眼里正难扫，在大陆地区那可以说是臭名昭著，骂声一片，但是我们必须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的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甚至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李登辉算是国民党吗？从法理上来讲，他确实是一位国民党员，可他真实的思想与他真实的施政纲领跟国民党这3个字有什么关系吗？实际上并没有。这也使得李登辉在下台之前莫名其妙地抛出了一个2国论，造成了台湾和大陆之间至今的巨大政治隐患。从此这个导火索算是埋下了。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要问我了，叔，如果你说眼里正南李登辉先生他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民党，我们认了，甚至在某种角度上他才是民进党真正的泰山北斗，那后面还有一位呢，帅哥马英九先生，马娘娘，对吧？他总是一个根正苗红的国民党员了吧？而且你看他跟大陆关系多好啊，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面，他完成了他最引以为傲的那个两岸蜜月期92共识基础论述。在他卸任了以后，依然跟大陆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动不动就回来祭祖，回来化缘。缺资源、缺资金、缺政策、缺人支持，他都要跑到我们大陆来一顿的化缘。所以很多大陆年轻一代的网友管他叫什么？政治乞丐。那你咋能说人家马英九先生不是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呢？我个人的政治理解啊，马英九执掌台湾的那些年，你不能完全的在历史层面把它定义为国民党执政，更精准一点说，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马英九政治工作室执掌台湾8年时间。那8年时间，两岸之间确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期，无论是文化、旅游、商贸，包括政治上的暂时冷冻。如果说那个美好的回忆它是一种历史的功绩，这个历史的功绩应该记录在马英九工作室的头上，而并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也就回到了我刚刚说过的那句定论，中华民国国民党最后一次执掌台湾的社会政治是上世纪1988年截止到1月份为止。从那以后，台湾社会经历了民主转型，正统的国民党逐渐地丧失了它所有的基本盘，而近10年，这个所谓的在法理上它都不曾沾染过权力的现存国民党，我们只能用8个大字来形容它：
风烛残年，苟延残喘。听完这8个字之后，可能很多内地的文艺青年们心里有点不舒服，想对我说：“叔，你用这8个字来形容国民党，是否太残忍了？”孩子们，我告诉你，台湾人骂国民党，那可比咱们难听得多得多。我们大陆人对国民党，甚至对民国是有着严重的滤镜的。台湾朋友，请你们理解，大陆在过去40年，所有的影视剧有一半都发生在民国年间，而且拍的都是那些上流社会的恩怨往事。在大陆人心中，他们是一群没落的贵族。很多大陆的文艺青年觉得他们老高级了，他们只是在政治上失手了，没有斗过共产党，但是他们骨子里面流淌的是什么？是文学底蕴，是莺莺燕燕，是交谊舞，是留声机，是大上海的纸醉金迷。很多大陆的知识分子都特别的崇拜上世纪的30年代，说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以上海为文学重镇，仿佛诸子百家在世。更有人说，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影坛像东方好莱坞一样繁华璀璨。后来这里面的很多精英，一部分人去了香港，成就了香港电影；一部分人去了台湾，成就了台湾的文艺舞台。于是乎，他们认为中华文化最传统的精粹就应该在台湾，一定就在台湾。而他们无法想象，在台湾真实的主流社会去中国化、切割中国文化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这就是信息上的错位给两岸造成的一种认知差距。而有一部分大陆人会把自己对于民国时代的那种文化向往投射在谁身上？投射在国民党身上。现在的00后可能还好一些了，在早年我年轻的那个时代，我们80后那个时代，有多少人那天天的在网上为国民党辩论讲话呀？认为他们不过是失了江山，但却带走了中华文化的风骨。实际上他们有个鸡毛风骨啊！他们但凡有一点点风骨，也不能今天这样走入历史的垃圾堆。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的近几十年，在台湾的主流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唾弃的老酱缸呢？小孩没娘，说来话长。由于篇幅有限，我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给大家巨细靡遗的一一展开，我只说2个基本点是他走到今天的必然理由。第一个基本点，国民党不敢喊台独，因为一旦喊了台独，他就丧失了他自身历史的连贯性、合法性。如果你把国民党当成一个小型宗教的话，它整体的教义的宗旨就是光复大陆，这份教义摆在这儿，不允许他们喊台独，所以他们只能苟延残喘的每天说着那句废话，维持现状。第2个基本点，国民党不敢喊统一。近40年的每一个国民党员都非常的清楚，国民党唯一的出路就是和对岸去和谈。至于怎么谈，那是一个技术问题，但是它的解决药方就在北京。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喊出统一的口号，因为只要他敢喊这个口号，他将一票都拿不到。喊独立怕得罪北京，丧失自己的政治优势；喊统一怕得罪台湾的老百姓，把选票败光。于是乎，国民党就把自己逼到了墙角，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始终保持政治极度模糊的地带。而在这样一个模糊地带里面，他从来就喊不出任何有渲染力的政治口号。于是乎，所谓的国民党的大佬们、遗老遗少们，就只能像那些落魄的八旗子弟一样，躺在这个残存的老酱缸里面，思乡受受，暗通款曲，掩耳盗铃，玩着一出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把戏。按道理来说，国民党都被很多年轻人给遗忘了。那为什么最近又刮起了一阵旋风，使得很多人开始关注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呢？这里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台湾的大罢免运动32-0彻底的全军溃败，这使得国民党又迎来了短暂的小春风。他们觉得自己又有机会了，
26年、28年，他们极有可能重新执掌权力的大印。于是乎，国民党党主席这个本来人人弃之如敝履的职位，又变成了香饽饽，大家开始抢了。但是搞笑的是什么？大陆的朋友发现没有？每一位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者，在参选之前都曾经放出了过一句相似的话，叫做“卢秀燕不选我就选”。卢秀燕是谁呀？卢秀燕现任台湾台中市市长，是一位面色可亲的妈妈政治人物。那为啥人人都得有一个前缀，叫做卢秀燕不选我就选呢？卢秀燕是什么万能的大将吗？人人都得拿她蘸着吃菜？我也不得而知。总之，卢秀燕女士表示她不参选国民党党主席，于是乎其他人就都开始蠢蠢欲动了。你说这是不是酱缸文化？你想选你就选嘛，还在这块搞什么论资排辈儿啊？谁不选我再选，我要选了谁就不选。我要参选以后呢，谁跟我吃饭了，谁给我拉票了，我去拜哪个山头了，这都是有讲究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这个酱缸里面那个搅屎棍赵少康先生。他想选吗？他想选，但他想选，他嘴上还说我不想选。犹抱琵琶半遮面，说我和郝龙斌之间有一个人选，他要选我就不选，我要选他就不选。像不像那些活在过去的油腻老大爷们？大家组在一起，得吃个饭。这吃饭呢，半个小时都坐不下来呀。鱼头得对着你，鱼尾得对着你，你做主宾，你坐，我不能坐，我不能坐，我这红包给孩子的，我可不能拿，你怎么，好家伙，撕巴的满头冒汗，还没坐下呢，你到底吃不吃？菜都凉了。结果就是这么一番推三阻四，惺惺作态，最终入选人的名单终于拉出来了。郑丽文、罗志强、张亚中、郝龙斌，然后中天就搞了一场辩论会。在第一场辩论会的时候，郝龙斌还没有参加，他只有人形立牌摆在那儿。而更可笑的是，另一位参选者卓伯源先生还没让他进场，中天不邀请他，他在门口大闹了一番。那这也就使得第一场辩论会只有3个人在那儿辩论。我们来看一看这3个人分别说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已经准备了20多年了。我的参选其实就在为这个答案找到一个履行它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刚刚听了2位谈得非常多，我必须要讲是非常的空洞的。大家谁不知道两岸和平重要？但是你怎么去做到？今天如果大家都是还在所谓的维持现状，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像现在国共之间只谈经贸的事情，政治问题碰都不碰，我请问一下，两岸关系怎么往前推展？我讲得非常清楚，有3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第一件事情，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一中宪法，我们是终极统一，这个事情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国国民党主席，包括总统都没办法回避的。第二件事情，政治跟经济是不可能分开的，这个事情也是没办法回避的。第3个，现状是永远没有办法维持的，这个事情也没办法回避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一起选择像民进党，一方面斗，一方面逃。而我们国民党这几年下来，不是闪就是躲。我主张很清楚，要面对它，要进取，要追求和平，要追求两岸的和合。怎么做？第一个，恢复国统纲领，取得两岸的基本的信任。第二个，开启国共政治的对话，由国共之间先签署和平的备忘录。这个和平备忘录里面包括了两岸的政治定位是什么，大陆是不是要继续不放弃武力犯台，台湾的国际空间怎么处理，这是国共之间对这个核心问题要来讨论的。再过来，两岸和平以后到底往哪走？中国国民党如果没有一套和平的方法论，如果没有一套和平统一的方法论，中国大陆台湾如何能够面对中国大陆的理解，能够达到答案？毫无疑问的，民进党绝对会反扑，他会铺天盖地的对内进你的抹红。那问题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怎么样的因应？很遗憾的，这些年来我们还是继续的闪躲。刚刚罗委员讲，中国人
他是他坚定的信仰。但是我也很沉痛的来讲，这几年来你们看到所有的政治人物，我相信我是国民党里面大声疾呼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大概很少找到第二个。在上一次党主席选举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两位都站在朱立伦旁边，而朱立伦是认为我是抹红的，没有替我讲过任何一句话。今天选举到了，每个人都开始讲我是中国人了，每个人支持两岸要和平发展的，但是你们的方法论在哪边呢？我很坦率来讲，你们没有方法论，你们只是有一个和平的口号而已。这样子下去，国民党还有希望吗？这次的选举不是国民党的选党主席而已，这是上天给了国民党一次机会，我们能不能够创造和平？张亚中先生的这番讲话，在大陆可以说是赢得了一个满堂彩儿。可惜呀，大陆网友您没有选票，您现在去加入国民党，他也来不及了。你们只能用口水去支持一下你们喜欢的张校长。那么为什么大陆网友喜欢张校长呢？因为张校长所提出来这个方案最接近于大陆粉红们的统一观念。但是我想给大陆的粉红群众们敲打一下，科普一个小细节：张亚中先生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大文人。这么多年我看他的表达，我必须得承认他是国民党之中罕见的一个政治论述极有历史厚度的人物。但是他的论述再好，他的论述是围绕着蓝统而展开的，并不是你们期待的那个红统。我最近看了很多抖音啊、哔哩哔哩啊，中国所有的平台都在为张亚中先生鸣不平，说他论述的这么好，他这么爱国，为什么他的票数和民调那么低？大陆的朋友们，不要入戏太深，要搞清楚主题是什么。看一看大标题，大标题叫什么？国民党党主席选举。今天要选的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是由台湾的国民党员来选。他选的不是台湾总统，更不是两岸统一的和平大使。所以张亚中先生的理想主义和博大的家国情怀，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是不切实际的，他一定选不上。我想我是在座唯一一个有赢过这个台北市议员基层选举，以及区域立法委员选举，以及辅选2次总统大选胜选的幕僚。在这边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当然是中国人，这是我的信仰。那我也靠这个信仰，我也不隐藏这个信仰，我也打赢了我自己个人的2次选举，也走过了大恶霸。但是我也必须讲，有些的价值在顺风的时候讲出口是很容易啦，但逆风的时候呢，你要讲出口就没那么容易了。那你必须要有很坚定的信念去说服。所以当尤其在逆风的时候，你要捍卫一个你相信的价值，它是逆风的时候，它可能跟选举是汉格的。这才是今天我觉得张亚中教授可能让他觉得很失望的一个缘故。因为国民党要伸张你的理念跟信念，要捍卫你的核心价值，你得胜选啊。那另外反过来讲，如果你能够用道理、用行动去说服的话，你也不要怕你的核心价值被检验嘛。就像我讲的至少亚中校长可能对有些过去对于中国人这3个字有回避的状况，你可能有些意见，但抱歉，这一套放不到罗志祥身上。我也是在座唯一一个在反中最盛的时候是出公车广告讲中华民国3段论的人，我是公车广告在路上跑的人啊。刚刚发言的这个人叫做罗志强，不是罗志祥啊，尽管罗志祥小猪他在大陆更有名气一些，毕竟人家有一个 title 叫做时间管理大师。坦白说，我对于罗志强这位政治人物了解的不是很多，在有限的知识体系里面，我知道他是国民党近些年来一位所谓的干将。他在立法院，他在街头打架手撕，据说战斗力蛮强的。所以你看他整场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去歌颂自己的累累战功，但是对于整体的台湾政坛纲领和两岸的关系，我觉得他缺乏一个基本的框架认识。客观的讲，这种实干派的人物他也不适合当党主席，他比较适合继续深耕在那个每天唇枪舌剑的立法院。说通俗点，就是罗志强特别适合去胜任一个业绩很高的销售经理，而不是去当董事长。
第3位，在大陆知名度最高的一位，目前可以说已经到达了一个 idol 级的人物——郑丽文女士。我之前曾经在 X 上说过一番话，郑丽文女士在中国的民调那高的呀，简直那高的不要不要的。你知道很多大陆网友管她叫什么吗？管她叫郑省长。就是说有一天如果两岸回归统一以后，郑丽文您就是台湾省的省长，别无二选。第二回答刚刚讲打败台独，大家知道我曾经参加过民进党，在民进党内我深刻的发现，原来台独就是一个谎言。我年轻的时候被骗了，台独是一个死胡同，我因此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学国际关系，打开原本狭隘的国际观。所以这20多年来，我每天都在戳破台独的谎言，这会让台湾走进绝路，摔入万丈深渊。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对我们的下一代宣传。所以课纲的改革的确非常重要。很多人担心国民党要吸引年轻人，年轻人好像都是天然独，怎么办？都是天然台。去中国化的课纲必须改革，错误的、丑化的历史，狭隘的国际观只会毒害我们的下一代。两岸的关系非常重要，我刚刚也先回答了对美的关系。第一场辩论赛上，郑丽文的发言可以说是有失水准的。依照郑丽文过往的基础，她始终在强调两岸要投资和平，不要战争，但是没有拿出具体的执行方针和方法，这让很多大陆的网友非常的失望。失望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以为你是一个统一的女战神，结果你一要当领导人之后，又开始在这块和稀泥，原来你也是一个暗毒啊！但是作为郑丽文多年的老观众，此刻我也要为她辩解两句。这句话的受众群是所有大陆地区的郑丽文粉丝们。我相信郑丽文女士心中非常清楚她未来的政治主张要表达什么，她也更清楚她的政治脚步该往哪边走。但是现在她没有办法按照你们心中既定的那套台词把它呼喊出来，如果她那么做，她就当选不了。这不是脱口秀大赛，谁讲的精彩，谁讲的有燃点，谁就拿冠军。不是的，辩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当选。大陆的朋友们能理解吗？这个道理好像也不难。刚刚是第一场宣讲会，参加竞选的这3个人都在宣讲之前参加过一个人的专访，这个人就是馆长陈之汉。馆长访问了张亚中，访问了罗志强，访问了郑丽文之后，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发了这样一段宣讲，而这段宣讲目前在大陆的网站上已经传到爆。台湾啊，要维持现状派，但是我们想赚大陆的钱，就好像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认识一个人啊，他跟你讲说他没有要以结婚为前提啊，但是他又跟你说啊，我要婚后性行为啊，但什么时候结婚呢？他又不愿，他又说啊，我不愿意结婚，我可能不一定会跟你结婚。他动不动啊就说亲爱的，我喜欢一台迈巴赫，亲爱的，我想买包包，亲爱的，这件衣服好漂亮，这白嫖嘛？你白嫖你懂吗？就是喜欢你的时候呢，要你的钱的时候呢，就叫女生亲爱的。你说那什么时候嫁给我啊？什么时候要跟我成家立业啊？他就说哇，时机未到，我觉得维持现在这种状况最好啊。维持现状就是个婊子，喜欢给美国干，但是中国要碰你不可以，拿东拿西占人家便宜。我讲这就是维持现状派。虽然这话说的是脏了点儿，但是有没有道理呢？他也确实是把两岸几十年的政治遮羞布彻底的给撕扯下去了，撕的国民党基本上内裤都不剩，站在风中裸奔了。我们所有海外的观众们，或者是翻墙出来的观众们，我们曾经有很多人是站在民进党的立场上，也有一小部分人是站在蓝白的立场上。
从来没有人站在过中共的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尴尬之处，居然被一个台湾人馆长给说出来了。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台办吗？国台办、省台办、市台办，各级县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台办，大大小小上千个台办，每一个台办都养着一堆研究台海问题的闲人。复旦大学有专门研究台海问题的办公室，养了一大堆的学者。福建大学光研究台海问题的人就高达300多人，这些人全部都要拿着高薪工资，连面对台海问题。民进党跟大陆是拒绝交流的，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互通，没有往来。大陆和台湾之间唯一的桥梁就是国民党，国民党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曾经的还是下野的，所有的高官动不动就去访问大陆，你知道吗？每次去大陆的话要拿走多少钱？握个手喊一句我们都是一家人，血浓于水，就给人家拿个10亿8亿的。隔天人家又组团来考察了，一顿招待，各种要政策，明面上得给支持，私下里得给人家亲属家眷做生意铺路子，给安排，又是10亿8亿的。就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中共明着给暗里汇，给国民党至少拿走了几千亿，而国民党给他办成过一件事儿吗？不但一件事儿都没有办成，反而还搞得全岛内的人都要去中国化，都拒绝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管对岸的同胞们叫支那猪，咱们从此一刀两断。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国民党它是否就像是一个所谓的诈骗集团？只要缺钱了，就跟你胡吃海喝一顿烂药；但是只要办事了，从此就像蜗牛一样躲起来，躲在壳里面。下次把钱花没了，我再来。所以站在台湾民主和大陆独裁体制，这是一个论述的层次。但是往下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共产党这些年就是个凯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近给馆长这个博主频频点赞的根本原因。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对与错，但是他说的还真就是大实话，而且是血淋淋的大实话。这个大实话过去共产党他不好意思说，因为太他妈丢脸了，而国民党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就这么混吃等死，拖一天是一天，他也不说。从信誉这个角度上来论述，国民党确实耗尽了共产党所有的耐心和最后的一丝信任，因为毕竟共产党曾经对他寄予过希望。而今天这些参选的党主席们，每个人提出来的口号都比较的模糊，无非就是再次翻出来说我们要沿着9·2共识，和平对等的谈话，跟北京再次恢复交流。你要是北京政府，听见这些几十年的陈词滥调又来一遍，你怎么想？于是乎，这帮人有了第2场辩论赛。在第2场辩论赛上，大家相对的都放飞自我了。张亚中先生知道他自己已经选不上了，于是乎他开始大炮开来，仿佛是什么？我在政坛的最后一曲挽歌，我就唱起来了，扯着嗓子把所有的参选人都给抨击了一遍。我很抱歉的要讲，刚刚郝市长的发言其实充满着虚假。他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再参选总统，他也不可能再参选立委，他今天要求其他人也做出同样的表述。民主政治是任何人都有机会选择任何一个职务去为人民服务的，这是基本的信条。各位，一个制度的设定是往往希望更多人来参加，制度的要求是公平、公正、公开。只要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所有国民党的英才都有机会参加这个选举制度。而最后决定的标准是什么？是人民，不是你要参选就可以选得上的，是人民觉得要不要选你。所以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是希望更多人参加。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宣布说我绝不参选总统，那是因为你们知道你们2028年根本就选不上，还要在这边沽名钓誉啊。我的主张很简单，我如果当选党主席，会办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
我希望所有党内的优秀人都能够参加这个初选。如果他选上了，我是党主席，我会把党主席的兵权全部交给他，由他统一指挥，我退居到第二线。各位，这是什么？这叫做制度。可是我看看我旁边的几个参选人，在参选的说：“哎呀，我要支持卢秀燕，卢秀燕选我就不选。我当选以后，地方选举3个月以后，我就把党主席交给卢秀燕。”可是呢，上一次在这边辩论的时候，当场就把卢秀燕丢包了。各位，这是你们政治人物的诚信吗？太虚假了。罗志强继续拿出了他小格局的论述：我当主席，国会就是战斗中央。我先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我在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第一份宣言就已经强调，我不会参选这个2028年的总统。刚刚其实亚中教授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也选不上啊，没错啊。但是呢，今天只要党主席对于想选总统这件事有起心动念的话，按照国民党过去历史规律，2个太阳执政就会形成。所以倒不是看得起自己或看不起自己的问题，而是基本上我认为这位党主席要能够真正的无私，能够成为一个造王者。那当然我也说过，完成提名之后我会辞去党主席。差别的在哪里呢？新的总统参选他有2个选择，第一个他可以自己兼任党主席，以收事权号令统一之效；第二个他还是可以推派出一个他觉得能够配搭的党主席的参选人来参选新的党主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属于战斗步调合一的问题。郑丽文调整了方向，恢复了他正常的发挥水平。首先，我要先纠正一下刚刚郝市长哦。第一个，我们应该要谈和路有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一个中国。第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对岸对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9·2共识的不足，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理由。因为在马英九的8年执政当中，我们不但有充分的对话交流，甚至于还有马习会。所以今天不能够对话的原因，是因为民进党不承认9·2共识，是因为民进党步步进逼2国论，频踩红线，是因为民进党挂羊头卖狗肉，在中华民国的招牌底下遂行台独的这种野心，因此造成今天两岸无法对话。所以9·2共识的创造性模糊，乃是在两岸也因为全世界的冷战格局、军事对峙对立了几十年之后，冷战结束，化解军事的敌对，两边的智慧创造了9·2共识，开始可以和平的进行各种的交流。进一步的到了马英九执政的8年，我们看到的是两岸积极的交流，创造了许多经济的荣景，甚至于是在治安上面、国际空间上面的各种的突破，这都是9·2共识所带来的。那么未来也一定要在9·2共识的基础上面重启两岸的交流跟对话。我一直相信下层结构的稳固，才能够搭起经得起风吹雨打的上层结构。所以两岸化解误解，两岸对话交流，甚至于积极的合作，才能够奠立两岸和平的基业。终局为何，两岸都要欣然接受。最后一位郝龙斌先生终于有勇气站到了直播间里面，第一次参加正式的辩论，辩论的水平大家听一听。9·2共识一中各表是过去两岸之间对话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通关密语啊。当然9·2共识很重要，是模糊的，可是9·2共识在我们这边一中各表的各表就是中华民国。所以既然我们现在两岸之间兵凶战危，我们当然希望将来还是能够对话。我始终主张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而且我们对大陆的关系，我们是和中但不舔共啊。那在和中不舔共的过程中间，很重要就是
怎么样的对等尊严，那是我们必须要争取到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很重要是善意，所以什么样的善意对我们的对话有帮助，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目前当然最大的善意，我觉得大陆要给我们，如果要开放对话的话，他就要第一个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第二个他要告诉我们9·2共识不等于一国两制。当然这个善意到目前我们没有看到，所以现在对话很困难。还有就是由民进党在主张亲美抗中的时候，更没有这样一个对话基础，只有对话我们才有可能和平。尤其现在我们看到在台湾内部的民调，我们支持统的、支持独的相对人数都很少，最大的共识是维持现状。所以目前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要依照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关系条例来进行两岸关系。可是就现实的来讲，我觉得最简单一件事情，尤其是对民进党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他们的是，任何事情对维持现状有帮助的就请多做，对于维持现状没有帮助的尽量不要做。尴尬吗？有劲吗？尤其是他似有似无的提起来他的父亲郝柏村的时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听完以后是什么感受？时间已经走到了2025年，但他还活在2005年。更可笑的是，郝龙斌先生现在在党内的民调是排名第1的。我跟你说，大概率最后的党主席人选就是郝龙斌本人。第2场辩论会结束之后，蓝白两党幕后真正的大佬馆长又发话了。今天我看他们国民党那个我不认，不要再讲9·2共识了，没有共识。想当年你可以讲9·2共识，现在对我来说，台湾弱小，中国强大。你现在还跟人家谈9·2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算了吧，算了吧，就是一个中国而已啦，哪来各自表述？你凭什么各自表述？我知道啊，跟老美继续买武器嘛，跟老美继续买武器就是各自表述了吗？就继续各自表了吗？继续当我觉得选个国民党主席，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项圈，那个项圈美国人准备给他扣上去，谁当主席谁就来，老美就给你挂个项圈，你就开始当美国人的狗。真正要替台湾人说话非常简单，我不买美国人的账，我要买任何的东西，我要跟中国买，中国大陆买，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因为我是中国国民党。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讲吗？有吗？按照馆长现在的政治论述，基本上他已经站在了红统这个队伍里面来，因为他拒不承认9·2共识啊。如果你不承认9·2共识这个基础的话，那就代表着说，其实你真正的潜意识是支持一国一制的。虽然我非常的欣赏馆长，他的直播我每天都看，甚至我用《水浒传》里面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来形容这位绿林好汉。但是我想提醒所有的馆粉，包括馆长在内，如果你不承认9·2共识，如果你开始倾向于一国一制，这里面就给自己埋了一个雷。我们都知道，馆长是反对民进党的，虽然现在跟国民党也都是好朋友了，但是也是颇有微词，很铁不成钢的。那他真正挺的是谁呢？是白营、民众党。柯文哲是他大哥，黄国昌是他好兄弟。那如果你现在的意识形态已经走到了无视9·2共识，直接狂奔红统的地步，那民众党此刻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再这样论述下去，是否会把您真正的好兄弟给框进去？我是不太相信民众党有魄力和有勇气能够掉头狂奔北京之怀抱的。他们的诉求最多也就是维持现状，其实跟蓝营差不多。那么你一边论述红统的必要性，说9·2共识都已经过时了，一边又死命的去撑白营，挺黄国昌，挺柯文哲，
那这一老一少，他们两个人红统吗？如果他们两个人并不红统，也是主张维持现状，那这个白营和你骂的这个蓝营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好像只有岁数的差别，没有逻辑的区别，对不对？作为目前北京方面的当红炸子鸡，能够享受在大陆互联网上的一路绿色通道，这背后站着的绝不是普通人。如果普通人你反复的提台湾总统这几个字，提各种各样的政治名称，你放心，你早被炸号了。那为什么馆长所有的切片在中国根本就不需要消音，不需要打码，畅通无阻呢？这是中央给开了绿色通道，能开这种绿色通道的得是什么机构？小的部门都没有这个权限。我告诉你，不是中宣部就是国台办。但是话得说回来，中共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确实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实力。中共能给人开出来的诱惑和条件，全人类没有几个人能够抗拒，甚至全人类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抗拒。莫说你要钱，你要资源，只要你有足够的利用价值，你就是想要天上的彩虹，中共都有办法让彩虹定时定点的出现在你头上的天空之中。但众所周知，这一切你可不是白白享受的，你得给党完成 KPI。其中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就是你所力挺的组织和机构，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是什么？如果在这一项上中共并不满意，你是有能力推进，你还是有勇气切割呢？这个问题迟早会浮现出来的，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最后，我们要回到本期的主题，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上来。每一个党主席在发表政见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继续坚持9·2共识，而馆长刚刚也说了，9·2共识过时了，没有什么共识。那我们现在来客观讨论一下9·2共识这4个字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9·2共识这4个字，它在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是哪些年份呢？是2008到2016这8年的时间，也就是马英九时代。而这个时代恰逢是中国胡温时代加上习近平时代的头3年。9·2共识之所以在这8年时间里面能够起到很大的历史作用，它不能去逃离它所处的历史时代。第一点，在胡温时代，北京方面是需要一中各表的。一中各表这种政治姿态可以作为一种两岸之间的交流框架，去抵制台独当时刚刚冒头的这个趋势。第二点，马英九当时的政治主张是不统、不独、不武，而北京方面当时接受了他这个观点。因为在胡温时代，两岸的统独问题并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最紧迫的问题，胡温想要的无非就是两岸关系的不失控。第三点，在马英九时代，中美关系虽然偶有摩擦，但并没有进入到全面对抗的阶段。基于中美关系当时尚可，所以北京方面也不急于完成统一，这件事情就可以暂时放下了，在一个9·2共识的框架之后从长计议。而今天是什么年代？今天是2025年，台湾政坛已经经历了马英九、蔡英文、赖清德3个政治时期，北京方面也走到了习近平的第3个任期。胡温时代，中共是给了国民党巨大的一中各表的弹性空间的，而今天中共的主流论调是什么？就是一中原则不容更改，实际上没有各表空间。我们再看看近5年的时间里面，北京方面所有官方论述两岸问题的文件之中，基本上不提9·2共识，即便偶尔在官方场合提到9·2共识，也绝对没有提过一中各表4个字。仿佛在中共今天的认识里面，9·2共识就等同于一个中国。所以国民党的朋友以及蓝营的粉丝和支持者们，你们必须得清晰的认识和接受一个现实，就是9·2共识是中共历史政治阶段的一个工具，
而这个老工具在今天能够起到的政治作用相当有限。中共在习近平所治下的这个时代，他想要的是积极的推动一国两制一个中国。而最近所有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些人，还在玩9·2共识一中各表的文字游戏，这是不是有点掩耳盗铃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在马英九时代，他是执政党，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资格去跟北京谈9·2共识。而今天国民党是什么？国民党是一个在野10年根本就没有实权的政党，你拿什么去跟北京对话？北京今天还愿意浪费巨大的社会资源去扶持一个不确定在未来2026、2028能够当选的百年老党吗？北京已经变了，中共的治理体系在这些年已经不知道升级了多少回了。比如亲自塑造台湾社会的舆论价值观，用更年轻化的群体形成更有力的信息堡垒。比如馆长，不管你喜欢馆长还是不喜欢馆长，你必须要承认，蓝营所有的人物绑在一起，声量还没他一个大呢。张亚中论述两岸论述多少年了？他论述了半辈子了，但是能够掀起的波澜还不如馆长过去3个月。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现实，难道中共看不见吗？而且中共去吸纳社会上的人才，成本要远远低于国民党。更何况他还有另外2杆大旗：经济诱惑、武力威胁。国民党早就不是他跟台湾沟通的唯一桥梁了。所以党内在这块沸沸扬扬的去讨论什么9·2共识、一中各表，真的很像是在被窝里面自嗨。面对2300万台湾人，你不敢喊独立，已经彻底的丧失了民心。面对大陆的14亿人，你又只敢喊9·2共识，听得中共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如果继续这样模糊下去、暧昧下去，恕我直言，国民党党主席谁当选都毫无意义，都无法阻拦他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国民党人心里都开始勾勒着一个美梦了，甚是香甜，就是2028国民党重新夺回执政权。但是我要给你们这个美梦咵再泼一盆冷水，就是假如退一万步说，你们真的又当选了，北京方面也不会跟你们玩曾经马习会的那套了，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你们还在那幻想，嘿，2028也没有多远了，到那一天我们又拿到实权了，我们又可以跟北京在这块狗扯羊皮，再拖个20年了。我告诉你，你休想！即便你上台，北京会马上要求你玩真格的，立刻签署和平协议，马上提出两岸统一的过渡框架。到时候你怎么做？又让一群牙都快掉光的老人坐在一起吃个饭，玩什么维持现状？那我很肯定的告诉你们，中共现在的宣传口径，管民进党叫做台独，管维持现状叫做暗独。你们这群老头老太太坐在家里面，算盘珠子打的倒是挺溜，可你们恰恰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共还有耐心陪你们接着玩吗？综上所述，所有的观点仅为陈述客观事实，不代表个人的统独立场。